我跟孙远上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，你又是从哪冒出来的？其实我特别理解你，毕竟孙远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男人，爱上他也不是你的错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小白姐姐，我不怪你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可是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是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才来找你的。你看，这个是上个月我们在蜜月岛拍的结婚照。你骗人！我不小白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放过我们吧，行吗？不可能！你骗人！我们真的已经要结婚了，我求你。外面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管他是谁，我在开会，都给我闭嘴！艾米组的人，我过去劈头盖脸一顿骂，不合适吧？请保安进来。常总，麻烦你把会区的空调调到最低，让他们冷静一下。再给他们一人1瓶水，跟他们说，5分钟之内再不闭嘴，全部给我滚蛋！是。我是真的不想伤害你，可是你想想，孙岩是不是已经不接你的电话了？他就是因为不想被你纠缠，才让我来找你的。我以为联系少是因为信任，平淡就是稳定，没想到二位，感情方面我还真是彻头彻尾的小白。小白姐姐，谢谢你替我回收垃圾。小白姐姐，渣男蜜月，我全都让给你了。这2天试用人员都小心翼翼，怕影响转正，知道吗？你倒好，就差没搭个台子唱戏了，真够可以的。散了啊！回去工作了。走。表哥记得到时候能报给我。好，麻烦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一部那个叶小白是个三儿。不会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这3个月天天跟他一块加班，挺上进小姑娘，不像啊。怎么？你们以为小三儿都长一个面相？也是。小三还能被你看出来。吃人这面不可心，怎么会这样的？5年的感情，居然让别人来透支我分手！不许哭，不准再为这个渣男掉一滴眼泪！不许哭！不许哭！谁还没有被生活欺负过？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
0333啊！师傅开门啊！开门师傅快走吧，送我回家。喂，你上错车了吧？醒醒，醒醒啊！哎，你上错车了。妈，你找我？孙燕不会来接我了，我们分手了。我没喝醉，这不关分手的事儿。我难受的想死了，怎么没有声了呢？手机怎么会没电呢？连妈妈也没有了，我好想死啊！喂，管总，帮我查一下一部的叶小白住址在哪？谁？叶小白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洗手间在哪里啊？喂，慢慢走啊。我手机呢？喂，别动，我来了。你怎么长得像管总啊？怎么没电了？小白，你总算接我电话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妈，我到家了。谁送你回来的？你一个人吗？就我一个人。叫我看一看。你看，你看，对，是我一个人的。你看，哎，小白啊，你那门都没关，赶快把门关上，那门开着多不安全呐！哎呀，我怎么忘了呢？都急死。看来，生活远比想象中更难。而时光太匆匆，容易遗忘了承诺，最后爱情总是太沉默。爸，我先睡了。哎，好嘞。那明儿我送你啊。不用，爸，谢谢你，早点睡吧。
哎呀，妈，儿子回来啦，辛苦了。妈，这衣服脏了，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。行，明天我给你送干洗店去。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呀？之前公司有聚会，跟同事多待了会儿，我以为你早回去了。哎呦，这么晚了啊！哎呦，我今天给你包里打汤，快坐下喝吧。啊，对了，你今天就留在这儿吧，这么晚了，别跑来跑去。不行，今天得回去，你这离我太远了。明天妈妈还得跳舞呢。对了，妈，过2天我要去湖南出差。啊，你这是什么工作总出差？而且一去1、2个月才回来，要这样的话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媳妇儿啊？不是妈啰嗦啊，这事真的抓紧。妈，你儿子我是什么人啊？还怕我找不到媳妇儿啊？臭小子，臭小子！每次跟你说这事，你就给我打哈哈。唉，可惜你爸爸走得太早了。儿子，你现在长大了，是一家之主，是顶梁柱。妈妈，我的未来呀，全看我儿子你了。听妈的话啊，赶紧抓紧的，赶紧找，妈还等着做奶奶呢。知道了。好了，我走了。我送你。哎呀，不用，我打个车就走了。妈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冰箱里有洗好的水果，别忘了吃啊。等一下，今天太晚了，必须送，要不然你就别走。好，行。哎呦，我这宝贝儿子什么都好，就是找不到媳妇儿。知道了。小白，高总，关总，昨天休息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小白，你知道昨天闯了多大祸？啊，我闯什么祸了？叶小白绝对不行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就看不上叶小白呢？我倒是知道你为什么看上他，看人家长得还行，又刚失恋，正好可以趁虚而入呗。他昨天刚转正，正是需要争取表现的时候。到了湖南，他会任劳任怨的听你差遣。这只是一部分原因，先决条件他先完成湖南的工作。高山是为了那种沾花惹草、放弃本职工作的人吗？我看他够呛，实在不行，先从 Richard 那边看能不能调一个人先过来帮忙。你这次去湖南，如果把你的工作都干好了，你回来就是个死。小白，快点商量去湖南的事了。到那儿好好表现，到时候拿来奖金，别忘了回来请客。都等着看你笑话呢，小白，你还真没辜负这个名字，赶紧选个英文名吧，就叫莫妮卡算了。然后去找 Mary， 为你昨天酒后失言道歉，最好流2滴悔恨的泪水，告诉他你就想待在一部，你哪儿都不想去了，明白吗？你觉得这么做有用啊 ？Mary 多么骄傲的一个人，我昨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都已经把话说出去了。那你想怎么办呀？反正留在这里也是死，去湖南也是死，那我还不如去湖南干好一番业绩，让他能够知道有能力的部下更有用。这个附件里边是生生火业的相关资料，如果你想争取借调到我们组，1天之内把生生果业的整改轨迹和之前的辅导报告做成 PPT 发给管总。1天啊，你只有1天时间。好的，高总，我保证不会让您和管总失望的。你我还是很看好的，不过这事儿先别跟管总说。那管总是不是不太愿意让我去湖南啊？那得看你 PPT 做成什么样啊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做。这首留下在我思念，我不想紧紧握着手。
小白啊，妈知道了你失恋的消息，也非常的痛心。最好的一定是在未来等着你呢啊！如果以后啊遇到了好的，该结婚一定要结婚，听见了没有？千万不能像妈一样啊，把自己一辈子都耽误了。还有啊，妈要叮嘱你，失恋啊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亲爱的女儿，妈希望你啊像暴风雨中的寒夜一样，迎着暴风雨翱翔起来。高总好。PPT 做怎么样？高总。坐。不错嘛。关一鹤能否同意，在此一举了。弄完先发我邮箱。好。对了，高总，您跟 Mary 说了借调的事吗？那他同意吗？ Mary 那天晚上不就同意了吗？真的？哎，太好了。我发给管一鹤了。也不知道管总会不会认可我呢？放心，我还是很看好你的。小白啊，妈知道了你失恋的消息，也非常的痛心。高山，你刚刚给我发的什么？我让小白做的。这就是你做的报告。对不起，管总，我发错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快回去重发一遍。我马上重发，你一定要看啊！我跟你说过了，叶小白不行，你非得让他做这个报告。丰盛这种一个萝卜几个坑的地儿，你要我临时去找人，能找一个这样的已经不错了。你说有能力的没时间，有时间的没能力，有能力有时间的又不敢得罪自己的上司。你先看看他做的 PPT， 没准还真的不错呢。刚刚还不够惊险，谁还不犯错呀？哎，你看，就这悔改速度真有诚意，看看吧，万一真错过了人才，我告诉你，后悔莫及啊！你就通融一下吧。喂，高总。喂，叶小白。啊，管总看了你的 PPT， 非常满意啊。到时候亲自跟你聊一下去湖南出差的事儿。10分钟之后你来管总办公室。我知道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非常满意？哎，行了，临时找人真不容易，我劝你好好聊一聊。啊，那什么，陈总那边还有事儿，我先过去。对，好好聊聊啊。管总，妈，小白啊，我发的邮件你收到了吗？我跟您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上班期间不能随便接电话。妈，你想太多了。我跟孙岩分手，就是单纯的他不爱我，我不爱他了。我真的不是因为您跟我爸离婚了，我就恐婚，求您别自责了。那我就多帮你跑几家婚介呗，啊？相亲？啊，绝对不行！我现在工作忙，没有时间谈恋爱。我还要出差呢，我要去湖南，可能要走1个多月。你这是故意逃避。好了，妈，我真的不是逃避，
我去湖南可以疗伤啊。妈，你想，湖南山好水好，我去那里，我就可以彻底忘掉孙岩，说不定还能有一段艳遇什么的，说不定到时候就能有新男友呢。哎呦，所以啊，妈，您千万别给我安排相亲啊。关总，出去。关总，高总叫我来说，您要跟我聊去湖南的事。我们去湖南是工作，不是给你聊情商的。我不会让一个满脑子只有失恋、前男友还有艳遇的人，去影响我的工作进度。我刚刚那是……我这不需要你了，回你的部门去吧。你是没听见，还是听不懂我说的话？把门带上。麦儿姐，看来你还挺喜欢二部的。我也不会强人所难，你就安心待在管总了。我这一破如庙小，供不起有大志向的人。不是 ，Michael， 麦儿姐，让全组人开会，你就不用去了。Michael 啊，通知人事部门，马上请调报告。好。麦儿姐，我开会。好。你呀，真的是教科书版的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！你说我怎么就这么苦呢？才被孙岩甩了，管总不要我了，Mary 也想让我走人。我看你啊，痛苦是真，为孙岩是假。5年的感情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别跟我提5年啊！我问你，你真的爱孙岩吗？你如果真的爱他，你不会把生活、学习、工作看得比他还重要。10天半个月不见一面，买个礼物就当道歉了，回头该加班加班，不劈腿才怪呢。你呀，痛苦的不是失去孙岩，是你从来都没有失败过，这是你的第一次失败。你这说的我更想哭了。我为了留在丰盛，连男朋友都丢了。最后还不是要离开丰盛？我会想你的。喂，耀白在哪儿呢？赶紧回去收拾东西，明天早上9点机场集合。老管那边已经同意了，让你跟我们一起去湖南。好的，真的。好，我一定去。咋了？管总同意我去湖南了。真的这么突然啊？无论如何，恭喜你啊！好好干啊！今天就当是我的壮行酒。我叶小白要重新振作，改头换面，忘掉渣男，忘掉相亲，我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关总、高总，这是我刚买的咖啡。你怎么知道这个点我们要喝咖啡啊？司机联系好了吗？联系好了，他现在就在停车场等我们呢。考虑到有2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午饭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路上找一家饭馆，第二个是打包带走，路上吃。第二个。好。
我现在已经预定了机场快餐，那我去取。嗯，好。你看，这姑娘不错吧？多有眼力见儿！一下飞机能喝一杯热热的咖啡，真是满血复活。咱们出那么多趟差，第一次有这种享受。这只是第1天，先看2天再说吧。行了，别那么苛刻，人家小姑娘也不容易。好的，马上到。小孩吧，走着小心，快点说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对不起啊，关总，我现在再去买一份。不用了，把这边收拾一下，赶紧走吧。啊。管一课一般最多用3天考验一个人，如果你不想3天被退回去，我劝你不要再出错了。对了，高总，管总怎么突然同意让我来崂山了 ？Mary 主动找的管一课。啊？为什么？别管为什么，你人现在已经在这儿了，跟管总学本事，有本事在身比什么都强。生生果业的上市培训至关重要，成败在此一举。金子，干什么的？我在查丰盛的业内消息啊。你不是说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吗？丰盛是我们的战友，又不是敌人。我知道了。欢迎参加指导工作，日子可取，上市成功。哎呀，这架势就差一冲锋号了。高总，赵总这是在指挥打仗吗？赵总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。哎呀，管总，哎，欢迎欢迎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一来你这儿就热血沸腾啊！作风就是战斗力嘛，这士气啊必须得足。你们好，你好，我知道你们，丰盛的2大男神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助理，叫我金子就好了。管一鹤，幸会。高山。哎呀，幸会幸会。你好，我叫叶小白，是新进组的分析师。你好，小白姐你好。分析师是吧？那你分析分析，他们2位在公司谁更有女人缘啊？我是做金融分析的，就是项目评估、财务审核、市场分析什么的。小白姐你怎么那么可爱？我开玩笑的，干嘛这么认真？金子这么活泼，我们将来的合作会很愉快的。他呀，刚从国外回来，没什么工作经验，这次呢，主要是配合你们的工作，多向你们学习。金子，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我也刚毕业，我们互相学习吧。好呀好呀，小白姐很愿意跟你学习。来，快走，请。你扫我吧。好。这新来的金子和赵总关系不一般呢。小报告。好嘞。这人不太好带，照顾点啊。管总，你看，这间房是特意为你们准备出来的，这段时间你们就在这办公吧。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？差不多了，我觉得缺个咖啡机啊。你们做投行的不是每天最少要喝3杯咖啡吗？买。这事儿交给我吧。管总，您喜欢喝什么咖啡？艾斯美拉达的桂夏可以吗？蓝山，
管总喜欢喝蓝山，双倍浓缩不加糖。这不是重点。赵总，生生果业冲击 IPO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这是上会前最后一次的辅导，必须做好冲刺的准备。除了会模拟上会答辩，还会把所有相关资料重新审核一次，千万不能出错。生生果业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确实不容易啊，绝对不能出错。走，对，我们去果园看看。好。对不起啊，这又不是不是你干的？这不能怪我呀。你做事就是毛手毛脚，赶紧帮忙。小白姐，你看，要不咱们就别进去了吧？这咱穿高跟鞋不方便呀。哎呀，不经过实地考察，那些数据都是虚的。哦，那是我疏忽了。这2个女同志就不用去了吧？你们就在车上休息，让师傅把空调打开。赵总，在我们丰盛，工作不分男女，您给您的下属开绿灯就行，我不需要特殊照顾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哎，我不想穿高跟鞋踩烂泥，这叫特殊照顾啊？真娇气。金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本来就是嘛，那女性应该得到的尊重，怎么就成特殊照顾了？真的尊重女性，就应该让女性像男人一样去工作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们走。别怪你小白姐矫情，我们干投行的，女的得当男的使，男的得当 LV 使。LV？ 为什么是 LV？ 怎么不是香奈儿 ？LV？ 驴呀、真好玩，没见会这么说自己。唉，走吧。这一片全都是西厂，有好几万亩。后来做了结构调整，引进了其他的品种，也引进了水果加工啊。你看那边也是。咱们这边的品种比较多，比如什么浪峰啊、纽格尔、风旗、竹本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他跟赵总关系不一般。什么助理啊，其实就是幌子。你在丰盛会有这种待遇吗？我跟你说，哥教你，平时多用一些4两拨千斤的方式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金子是赵总的命？我的意思是让你跟他处好关系。那既然这样，坐办公室吹吹空调就行了，跟着搅和不是耽误盛事吗？高山，过来一下。有什么话不能大大方方的说啊？我怎么就耽误上市了？这么大个公司啊，就因为我不想进果园，就上不了市了，这什么逻辑啊？我是说，贵司现在到了临上市的关键时刻，所以前期的工作会非常苦、非常累，就更要严谨用心，不是？哦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够严谨，不够用心了？没有啊，我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我们这个工作真的特别苦、特别累，还特别毁人。金子，你和我们跟赵总的关系不一样，不用这么累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不一样啊？我跟赵总关系怎么了？你跟赵总的关系，很好啊，很好。对，怎么个好法？对不起啊，我还要做记录。不是，你等一会儿，你把我想的也太脏了。叶小白，干什么呢你？金子，爸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艾米，帮叶小白订一张明天回深圳的机票，谢谢。关总，你要赶我走吗？老管，这事儿怪我，是我误导小白了。心想谁不在错误中成长呢？你再给他2遍机会呗。再说又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做我们这一行，
每件事做到完美才能有胜算。连及格线都达不到的人，不可能留在我的团队里。没事，小白，这人说话就这德行，他骂 Maggie 的时候比这狠好几百倍呢。我再劝劝他。赵总，可是我今天的事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戚风啊，哦，来了。来了，里面请。哎呀，管总，赵总，欢迎欢迎。来，赵总大人有大量，特意交代今天接风宴叫你一块儿来，机灵的啊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最后的晚餐。没什么不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。你孙子，来，你陪高总。来，高总，来，坐这儿。小白。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接风啊，欢迎管总还有高总到我们这儿指导工作。哎，管总，这是咱们生生果业自己的品牌啊，哎，待会儿你一定要尝一下，口感不错。金子，今天是我不对，我出言不逊，伤害了你，我向你道歉。这杯我就干了。哎，我喝。哎，人家赵总还没说话呢，赶紧坐下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没事，对不起。那好，那既然小白同志已经开头了，那咱们就举个杯吧。来，我先干了啊。走了，妈咪。哦，拜拜。我的姑奶奶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怎么？我刚听二部的人说了，说给你订了明天早上回深圳的机票。还有你这一天天的啊，跟演惊悚片一样。拜托你啊，你大起大落之前能不能给点预兆啊？你照顾一下我们这些观众的心脏好不好？我自己都接受不了。大魔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临阵牺牲的人太多了。你还想不想在风上干下去了，叶小白？喂。叶小白，不许哭。谁还没有被生活欺负过呢？你真的以为是生活在欺负你吗？自己驾驭不了的事情，就不要怪在生活头上。那你觉得你自己就能驾驭得了你的生活吗？你不能喝就少喝点。关总，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，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不及格过。高总，我啊，就这么个女儿，她妈妈去世的早，我呢就一直忙外面的工作，很少照顾她，所以啊，我这心里边真是很有愧。以后得多带带她啊！你了解以后，你会发现我这个女儿有时候就是任性一点，个性点，是个好姑娘。啊，又来了！你怎么喝点酒话那么多？来，好，来，赵总，来，赵总，我要敬你一杯。好，来，可以了。赵总，我有句话，今天必须得说。你说。丰盛是一个非常专业、规范的公司。对。又开始上课了啊！哎，他说的没错，小白，给你点个赞，接着说。所以，
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就改变了对丰盛的看法。我明天走了，会有更适合的人来替代我的。不是什么你要走？为什么？哎，来，不是，管总，你不会因为今天那个事儿就要把他开了吧？不是他，是因为我影响了丰盛的形象。哎呀，没有，不过我挺开心的，至少我认识了你。你等会儿啊！不是，今天这个事儿就是个误会，我都没放在心上。我知道，这事儿跟你无关。爸，你快给说说呀！你别再喝了，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是，还是不错的。赵总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尝尝这个。郭副总，这个你们是把葡萄运到山东去酿酒呢，还是你们在山东有葡萄园啊？您说这酿酒的葡萄，这就是咱们委托人叫葡萄园做的，咱就冠一名儿。要说咱们生果业确实开发了不少水果，就唯独这个葡萄这一类咱没有。不对啊！哎，管总、高总，今天真的是太高兴了啊！哎，你没喝多少啊？我还行，没事。慢点。明天还有工作，慢点，所以不能多喝。下次好吧？啊，一定。哎呀，这天气怎么这么闷？哎呀，咱们这就是这样，说变就变啊，可能是要下雨了啊。哎，叶小白呢？小白呢？他是不是喝多了去厕所吐了？你赶紧去找啊！去！别，那什么，下雨了，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啊！我去看，去吧，去看看啊！你去啊？啊，我去看，赶紧。赵总，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我们就先走了啊！明天见，小心。有什么事打电话啊！先走了。再见，管总。再见。好，再见啊！你们也辛苦了。哎，管总再见。早点休息。再见，管总。高总慢走。高总再见。服务员说叶小白不在包厢，是不是回酒店了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了。这样，我们回酒店看他在不在。走。叶小白，叶小白，你回来了吗？高山，怎么样？还是关机。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你想想啊，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，醉意朦胧的，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城市。风雨交加的夜晚，迷路、摔伤、拐卖，甚至被奸杀。别瞎说。哎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刚失恋又被你给弄失业了，万一想不开做出什么傻事儿，报警吧。报什么警啊？还不到24小时不能立案。哎，你干嘛去？谁在远方？只现在有你的期许，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这一辈子。怎么忽然停电了？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，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不及格。只剩再见。
时间冲淡你的样子，或许可能是一辈子。这么黑，你说我就像个不应该在这儿吧？对爱情无所知，我们都曾为爱放肆，还有很多没做的事，不如回到最初样子，体面一世。时间冲淡你的样子，或许可能是一辈子。你说我就像个疯子，对爱情无所知，我们都曾为爱放肆，还有很多没做的事，不如回到最初样子，体面一世。不如回到最初样子，体面一世。这么早，居然有人已经到公司了。叶小白，管总，管总，您吓死我了！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为什么关机？为什么招呼也不打一个？昨晚停电，我就忘记充电了。你知道为了你，我整个浪山都翻了一遍。管总，您找了我一夜啊！一会儿，最早那班飞机，你给我马上回深圳。不行啊，管总，招募我刚理出头绪，不弄完我不放心走。你不走，我才不放心。哎呀，管总，你看这个酒标，这是生中果业的一款酒，但是它是委托山东的一个葡萄园生产的。也就是说，生生果业只是冠了一个名，它并没有参与葡萄的采购和葡萄酒的生产。但是去年1年，生生果业都有葡萄采购的账目。账目有问题？对，您看，除了这些，还有别的问题吗？还有这几笔支出，全部都跟原始账目不一样。很有可能是在做假账，虚报利润。如果就这样把这些资料递交上会，让证监会查出有做假账的嫌疑，别说 IPO 的批文拿不到了，近几年之内根本不可能再提交上市。你昨晚一个人把所有的原始资料全部查了一遍。对不起啊，管总，我昨天走得太着急了，就忘了跟您打招呼。你查了一通宵？我承认这是最笨的方法，耗时又费力，但是干我们这行的，拼的就是韧性和耐心，就当是入行集训吧。你怎么会发现葡萄销售出现了问题？我昨天碰到柜子，资料不是掉了一地吗？我捡起来的时候扫了一眼，正好上面就是葡萄的采购。这件不错。那是，我也就这点优点了。好，你现在马上回去吧。管总，10点的飞机我还来得及整理。你现在马上回酒店，好好睡一觉。睡一觉？剩下的票据一会儿下午再来核对完吧。管总，您的意思是说我不用回深圳了？那不用等下午了，我现在就可以核对。
你觉得以你现在的脑子还可以继续工作吗？数据核对需要保持清醒，光努力是没有用的，愚蠢的努力只会带来负值的结果。可是，管总，您是不是也没有休息啊？您真的找了我一晚上啊？管总，您感冒了？那个，您需不需要回去休息啊？还是您发烧了？没事没事，赶紧回去吧。下午1点前不许过来啊！赶紧走吧。嗯。哎，小白，你昨晚到哪儿去了？下午见。这什么情况啊？你在哪儿把他给找着了？哎，他怎么那么高兴？你不让他回深圳了？用了什么招啊？一晚上就把你搞定了。你怎么还感冒了？干什么感冒了？蜡烛几个意思啊？烛光一夜，一夜烛光。哎呀！你感冒离我远一点啊！别把我给传染了。这一晚上蹊跷了，我给你弄药去。姑奶奶，你是回还是回？倒是吱一声。姑奶奶，我不回了。生生果业需要我，丰盛需要我，大魔王需要我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们这儿有感冒药吗？谁生病了？管一个感冒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这儿哪有卖药的呀。哦，药，等一下啊，我想想。这儿呢，这我从国外买的，特别好用。谢谢啊。没事儿，有什么需要你随时跟我说。我爸说了，让我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。行呀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呀？玩什么呀？喜欢看电影吗？改天咱们俩一块儿去。你是渔夫男吗？是吗？就是对异性广泛撒网，只捞大鱼，重点培养。宁杀1000，不可错过一个。不是你这是什么理论？从我的观察呀，你是渔夫男，叶小白是流水线女。什么是流水线女？就是对工作按部就班，没什么想法，也没什么激情。哦，哎，那老管呢？管一鹤嘛，我得再看看。没什么事，我玩游戏了啊。哦。管总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1点前你别回来吗？我睡了一觉，清醒着呢。感冒了不要喝咖啡，试试这个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祛寒汤，我生病的时候，我妈经常给我做，你试试。管用吗？你不试试怎么知道管不管用啊？这么苦啊！哎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看来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还真让人匪夷所思啊！你别在这阴阳怪气，快准备开会吧。开什么会啊？昨天叶小白一个人重新查了所有的账目，发现了不少问题。赶紧跟赵总说说，紧急开会。哦，看来叶小白是立大功了，这么高效。按理说这些问题，在前几次辅导验收当中就应该查出来。
是我们都大意了。哎，你现在学习小白不错了，昨天还气势汹汹赶人走呢。别那么多废话，赶紧准备开会吧，走吧。来，吃药啊，吃。我核对了公司3年内的所有财务文件，发现财务上有虚假陈述和利润操纵的问题。这些问题幸好发现得早，要不然等到上报证监会才被发现，得等3年之后，我们才能重新申报 IPO 的申请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自查自纠，财务规范，在上会前把所有问题都处理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发现所有的假账都发生在去年1年。看来问题就出在他身上。前任财务总监冉东。赵总，出事儿了！姓赵的不许走活路！我跟你们说过，在任何时候，只要你们愿意的话，你们可以跟深圳果业签合同吗？说的好听，不就是卖身契吗？想让我们给你打长期工，告诉你不可能，就是不可能。现在是上会的关键时刻，不能把事情闹大。就算这帮人是污蔑你，调查起来也要拖个1年半载，证监会只能暂缓上市。到时候你再折腾个2、3年，得不偿失的将会是你啊！我一心只想为老家做些事情，他们一句好话没有。我明白，别着急，你别着急啊。你们知道什么是上市吗？我管你什么是上市的啊！坚决抵制上市，还我们一条生路。你说谁不给活路？小心！你们谁是头啊？我想怎么样啊你？敢做敢当是吧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想怎么样？你挑动群众聚众闹事，故意破坏他人财产，随意殴打伤人，辱骂恐吓他人，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，是可能吃牢饭的。吃牢饭？这么严重吗？生生果业现在做的事，是可以解决几千人的吃饭问题。你们是愿意吃牢饭，还是愿意正儿八经的吃这碗饭？还有每年向国家纳的税，不多，也就1个多亿而已，怎么样？1个多亿吧。所以带头的就是你，是不是？我不是，不管是不是，保安，抓住他！不是我，干什么？是冉东让我来闹事的，不是我，赵总，真的不是我。这些人你认识吧？能不认识？这些都是乡里乡亲的。那行，我今天可以让你们回去。在还没找到冉东之前，我要随时能找到你们。不能走啊！谁都不能走！报警了！警察马上到了！警察来了！好了，回去吧，乡亲们，回去吧，别看了啊，回去吧，别看了。高总，你是假报警吗？聪明，哼！怪不得网上说你们是风声的最佳搭档，真厉害。那当然，我们俩是血。关总，你怎么了你？后背挫伤，他可真能扛啊！医生，给他用最好的药。他要是晚一天上班，那对我们企业上市会有非常大的影响。怎么让他流这么多血才送来呀？先住院休养吧。小白姐，我虽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但是我敢肯定，你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领导了。他刚才好帅哦！哎，他有女朋友吗？关总居然为了我伤成这样。他在丰盛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，完了，丰盛我是混不下去了。小白姐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他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你们吵得我脑袋疼。关关，你醒啦？关总，对不起，今天都怪我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
你过来。啊，关关，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。我不想死。啊？关总，您千万别胡思乱想，您不会死的，真的。我是不想被你们吵死。啊？你们能出去吗？我想睡觉。哦，那好吧，回头我再来看你，你好好休息。啊，我给你带好吃的。啊，关总再见。走吧。哦。叶小白。啊。如果你真的不想那么早死呢，下次见到我就要开心点啊。哦，好。那关总，我先走了，您好好休息，我再来看您。啊，是的，那些项我都已经弄完了，简报我也发到您和管总的邮箱里了。跟山哥吃饭去呗。我以后中午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。怎么约别人了？哦，不是，我不是想着说生生果业下午2点上班吗？那我就中午回来随便吃一点，还能睡个午觉。行吧，想吃好吃的随时叫我。来，那几个闹事的果农现在情绪怎么样？抓紧这个时机，跟他们好好谈签约。就跟他们说，现在是个好机会，统一种植，统一销售，会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。啊，还有阮东那边呢，你去找人跟他接触一下，摸清楚他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。投资商的合约我看过了，有几个问题要记住啊。投资分配必须要控制得好，对，这个要小心。行，你改好之后再发给我吧。就这样。也来正好，那些吃的帮我拿走吧，顺便把窗户打开，味道太大了。叶小白，嘿。关总，您叫我啊？这么好的东西您都不吃吗？不想吃。哦，这份简报是高山让你做的。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挺不错的，在工作的时候还是挺认真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今天刚跟赵总开会了，问题是有的，不过都是您预料的那些，我们也已经尽力在处理了。我怎么闻到有西红柿鸡蛋的味道？这个是我本来给您做的西红柿鸡蛋面，不过您没胃口的话，我晚上回去自己吃了就行。这个闻着好像还有点食欲。那您要不要尝一尝？可以啊。
那我帮您。你准备怎么帮我呀？我就是看着您不得劲儿，没有别的想法。我说你有别的想法了吗？你怎么这么容易脸红啊？我房间里面太热了，有点太热了。这个厨艺还是可以的啊，有假人应该没问题。管总，我还年轻，我只想一心一意的做好工作，报答您对我的栽培和信任。你说完了吗？我要吃东西。我先出去了。让没让你都进来了，那你还敲什么门呢？老爹敲门那是尊重你的隐私，别没数啊！万一你要看什么不能让我看的东西，我这一敲门，你不还来得及合上？我还能有什么不能让您看的？您什么世面没见过？小丫头片子，说你爹啥呢？你刚才看那金牌投资人，我也追着呢，好剧。那你还说我？说正经的，追剧归追剧，你也抽出时间想想工作的事儿。你妈一天到晚打电话问我，昨天去面试那个怎么样了？拒了，不想去。去了？不是，那你这回又是为什么呀？太远了，那搭地铁上班得2个小时呢。就算你给我买个车，这路上还得堵1个小时。你说我要是在附近租一房子，那房租那么贵，工资就那么点儿，工资都让房东给赚，那我还不如在家陪陪你和我妈呢，对吧？你可拉倒吧啊！说到底，你还不是眼高手低。那谁在外边工作不是赚个辛苦钱？再说了，你这玩意儿都是有里有面的事儿，知道吗？面呢是给人家看的，好看就行了呗，里边糙不糙谁知道？合着我就找个好看的工作，那背地里倒贴多少钱无所谓。大概其差不多吧。不过呀，你们这代人呢，反正是挺难的。谈啥呀？调琴呢。有电话。哎呀，谁呀这是？叶老师，有什么指示？我问你啊，小白的那个领导叫管一鹤的，你认识吗？那管总吧，我打过一次照面，怎么了？他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跟小白打过电话，那个管一鹤替小白挡驾，好像是受伤住院了。喂，是我见那个人吗？没呀。
哎呀，这事儿他都不跟你讲，他怎么能跟我讲呢？你说是吧？我这不是病急乱投医吗？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一个男的愿意为一个女的挡架，那肯定是有意思。我这姐夫不是刚走一个吗？这又来一个。行啊，我姐有魅力。哎，过来跟我八卦八卦。你管什么什么的，他长什么样？什么管什么玩意儿？你刚才不是听见了吗？那管一鹤，管一别八卦了，行不？你有这闲工夫想想自己怎么找工作。你不说我也有办法。看着天边一缕晚霞，在我眼前慢慢融化，有点想家，有点放不下。情到深处丝丝牵挂，不知你是否能应答？一别多年，你还好吗？时间总让我想起那些曾经，历历在目，有多伤心。幸好还能遇见你，忘了结局，不到最后不放弃。两个人的故事结尾，不一样的滋味，谁能左右？对不对？资料我都审核了一遍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那就辛苦你了，都是分内的事情，不辛苦。您去忙吧。哎，加油。叶小白，什么情况呀？你是不是把我给管一鹤送的吃的都给分了？是我分的哦，不过这是管总的意思。我前脚走，后脚你也给他送吃的，分我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是管总说他吃不惯太油腻的。不是这个问题，我在追他，你懂不懂啊？这样吧，直说吧。你是想向领导献殷勤，还是想公平竞争？献殷勤我瞧不起你啊，要是公平竞争，你选他我没意见。不是，我对管总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，那如果这样，小白姐不就简单了吗？你看啊，你要是对他也没那个意思，那你就别做的那么好嘛。我的意思是，饭你就别做的太好吃，比我的差一点就行。或者你告诉我他喜欢吃什么，为什么你送的他就吃，我送的就不行？可能，看他的胃口吧。都说想抓住男人的心，先得抓住男人的胃，这话虽然老点，但是没毛病啊。我可不能让你把他的胃和心给抓走了。你快告诉我嘛，他到底喜欢吃什么，我给他买啊。实在不行，我找米其林给他做。哎，你要不说就证明心里有鬼啊！还说你不喜欢管一鹤，鸡蛋面，他喜欢吃鸡蛋面。那我先走了。谢谢小白姐。啊！那天闹事的果农一个都没落下，都跟生生果业把合同签了。那些果农我倒不担心，我最担心的是阮东，不知道赵总跟他聊得怎么样了。我只怕他会利用那天发生的事情，再大做文章。行了，别聊公事了，咱们聊聊私事儿。说吧，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小子套路挺深啊！人家医生都跟我说了，你前2天就能出院了。你在这天天坚持挺尸，让我给你送资料，熬夜加班不出院。你到底是爱上住院了呢，还是另有目的？你不觉得我在医院的工作效率会更高一点吗？你什么时候变成渔夫男了？什么渔夫男？广撒网啊！你看，
这天天的2个女孩争着给你送饭吃，你也不怕撑死？我第一天就跟赵金子说过了，她送来的我吃不了，但她就是不听，那能怎么办？那你就是看上叶小白了？你不会真的要追小白吧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口味变了？喜欢那款？我只是觉得他工作效率很高，他做的饭菜又正好很适合我养病，就那么简单。这正所谓食色性也啊。这喜欢一个人呢，往往就会跟吃饭连在一起，这味觉就会帮你释放荷尔蒙。像你这种身残脑坚的，大脑就会释放特别多的内啡肽，俗称快感荷尔蒙。再通俗点就是爱情的冲动。你信不信我冲动给你看？哎呦，行了，你继续在这儿装病吧啊！我还有工作要忙，我先走了。这喜欢一个人呢，往往会跟吃饭连在一起，味觉会帮你释放荷尔蒙。管总，今天金子去给你送饭，我就不来了。我都跟您说多少遍了，你们老年人啊，就是爱瞎操心。看，我都给你查好了。管一鹤，妥妥的男神，行走的荷尔蒙啊！这风声，至少有28个未婚女青年暗恋他。网上现在这资料这么全吗？都是女人嘛，谁还不知道谁啊？这微博上一搜，这蛛丝马迹一看就明白了。蛛丝马迹。哦，对了，丰盛不让内部谈恋爱，所以啊，没有什么事。不是，主要是吧，你说小白这孩子也真是傻，你真有那么好好的靠山，你不好好利用，自己那么拼干啥？丰盛这个要求啊，本身就不合理。再说规矩，也都是人定的嘛。我给你送饭来了。之前给你点的外卖，你好像都不太爱吃，所以我特意让家里的阿姨做了各种吃的。这回肯定不是饭店的味道了，你尝尝，肯定有你喜欢的。管管。这人呢？哦，叶小白，管总，你怎么出院了？我都好了呀。真的吗？我看看。你确定你要看？那我问医生吧。哎，嗯，有什么吃的？我饿了。金子不是给你送饭了吗？我就想问问你这个生活小百科，我现在这个情况，到底应该吃点什么好？柴鱼汤、豆腐、鸡蛋之类的就比较少。那你还不赶紧去做？我可是为你受的伤啊！哦，好。哎，你洗手没有？洗了啊。
不错。来，多吃一点。嗯。要不是住院，哪有机会这么安安静静的坐下来，吃一顿这么家常的饭菜？你太忙了。做我们投行这一行，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最普通的一日三餐，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的。可是，在普通人眼里，能做投行的也很幸福啊。你就真的很喜欢我们这一行吗？当然了，我简直是热爱啊！啊，对了，你以后别叫我管总了。嗯。为什么？就是这么矫情，不可以吗？是挺矫情的。那以后我管你叫老大。可以啊。嗯。那既然我是老大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嗯。以后我不要再见到你哭，我最烦女人哭了。好的，老大。喂，赵总。网上的消息都看了吗？你现在的形象基本上是一个欺行霸市的恶霸，不过幸好那天你没有动手，要不然情况更被动。现在的影响是已经很坏了，马上要上市，之前谈好的几个投资商都以各种理由打了退堂鼓。一鹤，真被你说中了。赵总，你跟阮东沟通的怎么样？我让金子去找他了，他们是表兄妹，销售关系不错。你们是亲戚？他是我表侄，深深国业创业的时候就跟着我，从助理一直干到了财务总监，一直到去年我发现他有问题，所以就把他给开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。这个阮东还是很懂套路的，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出消息，不管是真的假的，都会对你产生不利的影响。现在离申报上市还有1周，3天之内必须把问题解决，截止负面消息继续扩散，要不然我们之前所有的工作都会功亏一篑。哦，开会呢。那个，您怎么就出院了？身体好点了吗？你来正好，我看一下，金子可以跟高山一组，去找那些投资人好好谈谈。小白，你跟我一组，去找阮东协商。为什么小白姐跟你一组啊？让你去找阮东，谈好了吗？爸，他就是个白眼狼，谈不好。我担心现在去找这帮投资人谈，被拒绝的可能性会很大。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耗了。我有一个想法。你说。现在正是脐橙成熟的季节，我们可以在果园举办农家乐采摘活动，邀请这些投资商参加，这样让他们现场感受生生果业的企业文化，对企业的正面宣传有帮助。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，多搞一些主题活动，现场布置的漂亮一点，那帮人玩的开心了，一发朋友圈就等于变相打广告了。至于那些投资人，他们只要看到生生果业的发展前景，那些蜚言流语不攻自破。只要能够挽回生生果业的影响你要我怎么配合都可以。所以金子，你代表公司跟高山一起去邀请，会更有诚意。不是，那小白姐更专业，能说会道的，她去更合适啊。可阮东那边需要个懂财务的人去。那刚好啊，我最近就在看有关会计方面的书。生生果业2018年6月，葡萄采购合计多少？叶小白2018年6月7号、11号、20号，生生果业葡萄采购共计16.3吨，总共支出86320元。咱们生生果业最大的投资人钱总爱好者钓鱼。我看你干这个挺合适的，你跟高总去吧。哦，去就去。记住我之前跟你说的，你表现得太好，
啊，我是为了工作。哎，小白，啊，你累了？没有。那赶紧跟上啊！啊，好。啊，你们谁啊？我又不认识你们。你好，我是丰盛的管一鹤，这位是叶小白。我们今天来是就生生果业上市的事情，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，这姓赵的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，他就是一小人。我有什么想法？赵总说了，生生果业发展到今天，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得，别给我戴高帽子。我知道你们今天来干什么的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事业也没了，家庭也没了，老婆孩子也都没了，我呀就是烂人一个，要烂大家伙一块烂。他老赵想上市啊，门儿都没有。你真的觉得你能毁掉生生果业吗？哼，现在啊，成事不容易，坏事啊，简单得很。2018年，浪山脐橙亩产高达2360.18公斤，达到国内同类产品最好成绩。按照每公斤6元计算，单就这一项，毛利差额却足足锐减了将近20万。请问去了哪里？2018年6月7号、11号还有20号，葡萄采购合计16.3吨，总支出86320元，账目没问题。但是，请问这么多的葡萄，是运到山东去酿酒了吗？就算你查出来了，又怎么样？你是个专业财务人员，你应该知道做假账会有什么后果。你在网上发布那些关于生生果业的不实言论 ，IP 地址只要一查就能查出来。你说生生果业别想上市，可你也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。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之前你鼓动闹事的那些果农，已经和生生果业签了约，战略合作的长约。阮东，我知道你有一个3岁的女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真的坐牢了，她的人生会怎么样？对于女儿来说，父亲可以平凡，可以穷困，甚至可以窝囊，唯独不能缺席，缺了就是一辈子的痛。没有父亲的孩子，就算表面上再怎么坚强，内心都还是缺了一块。所以，在你还能爱他的时候，不要错过。我也希望他们回来啊，可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谁说你什么都没有了？只要你愿意痛改前非，把之前的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，你一定可以回到生生果业，重新开始。赵，他愿意我回去？赵总知道你本性不坏，只要你把所有的不良嗜好都改掉，他一定会原谅你。不管怎么说，生生果业也有你的一份心血嘛。
他真的这么说的？你是崴脚了吗？我没事。先坐下吧。我帮你看看，忍一下。